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1没学历，2没背景的，找什么工作呀？我啥也不会。我求你了，别再让我养着你了，行吗？你在家都宅2年了，你出去工作赚钱吧。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说你有手有脚，啥不能干，就非要当小白脸让我养着，我又不是富婆。还有，你说我就想要个孩子，你如果不同意，咱们就离婚吧。我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经济条件又不好，要有了孩子只会更有负担。那你等我挣了钱再说孩子的事儿，他也不急呀。你也好意思说？你但凡争气点儿，别在家里待着，出去工作赚钱，咱们经济情况能不好吗？2人挣钱还养不起一个孩子吗？你说你做人怎么这么自私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8岁，来自辽宁无业；孟女士34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2位，有请。是游手好闲是吧？对。忍不住了，来这儿哭诉一下。对。目的是啥？我就是想让他对那个家人有点尊重，然后想让他破除他现在这种就是宅男的这种形象。哦。我想让他出去挣钱。好吧，您就一个一个说吧。啊，来。他给我父亲母亲起外号。虽然说我爸这个人吧，就是比较风趣幽默，但是我爸有那个秃顶嘛，然后他就给我爸起个绰号叫孟老秃，然后我妈呢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犀利，然后他就觉得我妈说话难听啊，给我妈起个外号叫炉钩子。在我们东北话钩嘛带钩嘛，他就相当于他说我觉得我妈说话难听嘛，这当面叫还背后叫啊？当我面叫，没有那个当我父母面叫，然后也当无所谓。他主要也当着我姐面叫，你知道吗？然后叫着叫着，有一天就唠嗑就秃噜口了，直接我爸打过来视频，哎，孟老秃，就这样就都叫出来了。不挺好的吗？姑爷跟这个岳父的关系好啊？那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喝多之后开玩笑嘛，显得关系更近一点，拉近距离嘛。那你怎么不给你妈起外号呢？不是，你可以起一个。但是我认为进人家了嘛，那对于婆婆肯定是一种尊重，我不会起。这事儿确实错了，确实错了，能改吗？能改，能改，指定改。但是这不代表他不尊重你父母，心里有岳父岳母吧？有，在我心里最高。OK 了，还有啥？因为他就是那个特别好喝酒嘛，他不出去喝，你知道吗？他就自己在家喝，然后就是根本就跟那个外界都脱轨了。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一天做什么，除了喝酒就是打游戏。他玩游戏跟人家玩的不一样，人家玩网络游戏。对，他是玩单机。不是，他下象棋。玩别的不会，太累了，脑袋跟不上。然后没事还搁家待着。我说你出去吧，你看他现在都体重都达到180了，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喝睡玩。没有，才170，180还有10斤。你看你出去，谁不说你180斤呢？你瞅你那脸多大了，还喝呢？那他们眼睛不好使，看不出来。不是一天喝多少？哎呀，他喝那个白酒，我就是每天都得喝1杯白酒，然后啤酒我都数不清。1杯是多大的杯？2两半吧，2两半。他每天就是喝到半夜11、12点，然后早上睡到自然醒。我都走了，人家还没有起来，他是也就睡到不知道中午下午就这样。这种日子过了多久了？2年。发生了什么？就是就2年前发生了什么？
没有啊，他2年前因为我们是做服装批发的嘛，然后那会儿也比较忙，也没发现他这样啊。然后就那会儿在工作是吧？对啊，然后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做的是女装那个批发嘛，他原来做的男装批发，他就有事儿干，现在不就没什么事儿干嘛，他天天就在家喝。我咋没事干？我不帮你也看店吗？有时候啊，对老师你知道吗？他不提看店，我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去那个上货嘛，我说我忙，然后你在那个店里帮我看着店，然后临走的时候我还嘱咐他，我说来了女客人的时候，你就说啊，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你可以试穿一下哈。您猜他怎么的？人家一进来，他从那可粗犷那种声音，看看啊，看看，你说那人家女的不都吓跑了吗？然后如果要是进来3、5个那种女的，她把脸蒙上，你知道吗？她就不搭理人家了，就你自己愿意看看，你愿意挑挑，不吱声。那不是不好意思吗？人太多了。咋的？你还那个社恐啊？你不好意思啊？你什么都干不了，看店看不了，然后我让你送我你也送不了，就喝酒误事儿。最可气的你知道吗？就我打货回来，上好几万块钱货回来，然后那个服装比较贵嘛，一件都上百那样的，好几百。我说你帮我熨衣服，剪线头，他把那个衣服给你熨出来好几个大窟窿。那不好使，那也不能赖我呀。那我怎么熨不了坏呢？你一熨就窟窿，一熨就窟窿，干啥不行。不，你不能这么说，奶奶，那个我自己找的啊，怎么办？结婚几年了？结婚3年了。有娃没？我们之间没有，我们是重组家庭。哦，那他，你有娃没？我也没有。你呢？我原来有。男娃女娃？男孩。跟谁？跟他奶奶，然后也跟那个我妈，就是双方都带，没有具体的说跟谁。那你们之间想要个娃不？说实话，我挺想要的，因为毕竟他老是长期喝酒嘛，我想着是要一个孩子，他不就得忌酒一段时间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想着到老了，他怎么都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个保障嘛？我不想要，咱家也没有王位继承，也没有百亩庄园的。特别实在哈。那你说你老了怎么办呀？等你有个病危的时候，床底根本都没有孝子去陪你，怎么办？不孝顺的多了去了，太多的了。老了又不是没养老院。你想去养老院，我可不想去养老院。你上养老院，就等你想没那天都没人扶你一把，你知道吧？你想递个药都没有人给你拿。大病不用治，小病干挺着。他就是这样。每天跟他说话都特别生气就基本你就不要去沟通，一沟通就是他有好多的那些约巴科等着你哎，为啥不做男装买卖了？不想干了，后来就是钱挣够了是吧？没有，没再找点其他的事儿。其实也找过一些工作，但是也没有适合自己的。我其实特别羡慕那种没什么事儿还能活得特逍遥的人。我是想向你取经的，你教。真的，就是反正也不做啥事儿，就特逍遥。他有我呀，他干什么？我们家是这样的，人家都是男的负责挣钱养家，女的负责貌美如花。我家完全反过来了，男的负责貌美如花。对，你看我长得这么，我自认为挺柔弱、挺瘦小的我是男子汉那个角儿。他在家用我的化妆品，用我的面膜。化妆品了？你有这个爱好？没有。我跟你讲，我就用过2回面膜，我怕过期了。那是2回吗？我刚买了那个一堆面膜回来，我刚用了1贴，等我忙完回来，就是我想再用的时候没有了。我看那日期，我怕过期了，不用，你以后再用脸上起包了啥的不好了。行，面膜你怕过期，那我水乳面霜呢？滋下呀，比你脸是大，那水我刚用打开，我没有用多些呢。然后我几天，然后我再用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水就见底了。开春了，风大，我往上抹点不很正常吗？你在家里待着抹那玩意儿干嘛？不是，我也出去溜达，上楼下溜达，转一转。我不能老在家待着。也不是光喝酒对，他是溜达，因为那个他前一段时间不是生病了嘛，然后我们去那个看了，然后大夫就说你长期酗酒，一检查他心脏的时候，人家就说了，一看你这就是心脏就是缺乏运动，亚健康。他走路就算运动了，走路就是运动啊。问题是他得走多少啊？他就走几百步，甚至搁家就转圈就那几步。所以你今天来这儿干啥呀？我就是想说让他不要这样
生活下去了。那咋生活呀？你最起码他现在天天除了看我就看不着第二个人了，他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对呀，他的心里就只有你啊，这不好吗？不行啊，那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得出去。我不要求你养我吧。无用的社交也没有用啊，对不对？现在人多现实啊，就是这用我们那边话就是恨你有怕你无吧，就是你有了。他嫉妒你，你没有呢，他瞧不起你。所以我不想那些乱七八糟勾心斗角。那你就可着我自己来呗，你就自己霍霍我呗，我什么都干。我也干呐。你干吗？扫地拖地，我啥不干呢？你是干，对，他不是没有优点，做饭好吃，因为他爱喝酒，每天唯一的爱好还研究2个菜，给自己整下酒菜。给你做吗？我酸菜吃一口呗，他也不能扔，剩了。你看你这说话不客观，人家给你做好了饭，等你回来吃，你说顺带吃一口，我可以不吃啊！我跟他在一起就为了减这还不吃呢？我就为了减你剩菜，现在100点儿，咋？那还不是就为了这？老话说得好吗？撑死人别占盆。我不是怕浪费吗？我就捡着他那个吃剩的下酒菜，我就胖了。你再陪他喝点呗，晚上。我不会啊。再说喝酒误事儿啊，一说喝酒我就真的很多气。有一次我说的那个老公你别喝酒了，我第2天我要去打货，你陪我去一趟，2点要起来嘛。然后他答应我好的，等我早上2点多叫他的时候，他起不来了，因为他刚睡。你说他怎么可能起来？然后我自己开车，酒后也不能开车，对，这我都知道这个安全。那我都告诉你了，我第2天要去上货。那不喝酒睡不着啊？是你喝酒了就睡过去吧。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开车上货打货，然后我主要也很沉，你知道吗？我还得拉货往车上搬，回来我挂货理货，我一忙到晚上10点多。人老先生，我回家一开门，人家坐那喝呢，生气吧？不也给你做好饭等你回来吃吗？我可以不吃。干一天活必须吃点儿。这个都行，无所谓，我自己能干。最可气的是我要回东北，我第2天6点的飞机。我说的那个你晚上别喝酒了，第2天然后你送我到机场。你们俩现在在哪儿生活？在燕郊。我说的那个你别喝酒了，你第2天开车送我去机场。然后等我早上6点起来是起来了，坐那告诉我，哎呀，我这酒劲儿不行，没散。他说的，我这就一股火我就上来了。那你说，那你指定没散，你不能开车呀，多危险，对不对？没办法，我就打的滴滴，然后我就去的机场。哎，你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呀？当初他不这样啊，当初他就是有责任心，然后也有自己的事情做，然后也风趣的，然后也比较幽默。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比较有责任、有担当，但是我没有想过啊，就是他不做男装了以后，他就会懒散了、懒惰了。哎，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一个好好的男人哈，他积极向上、努力做买卖，又有责任心，放到你手里这么一盘，这男人给毁了。怨我了？不是怨你，不是就是为什么？我没别的意思，不是我能干是吧？我得干呢。不是我很好奇啊，对，为什么就是对吧？没毛病。就是你看你说了嘛，你看上他什么了？当时他有责任心，买卖做得好，又不喝酒，又风趣又幽默。现在既不风趣也不幽默，给我爸妈起外号，对吧？嘴还特别的损，又好喝酒还不做买卖。所以我就想，为什么这个男人在你手里这么盘了2-3年？我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你就跟我处，你处明白自己找原因。那还怨我了？你什么都不行，你意思是你是我惯的呗？你要这么说，就是我给你惯成这样的呗？我的错了。是你爱着我的，到现在。不，我现在再给我重新选择，我不要你了，我不爱了，真的。别说那话。你就别的行，咱不说，你可以不做。最基本的孩子你得给我一个吧？我想生你不生，不，你有点责任吗？不急啊！我就开个玩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为什么这男人给你一盘就盘毁了，你知道吗？是买卖难做吗？都有点关系。还是做的太久就想歇歇？想歇歇，也想歇歇。打算什么时候再干？以后再说吧。我想就是暂时这几年2个人好好在一起，来之不易嘛，就好好在一起生活多好啊，多累呀！现在。但是他现在自己不也累吗？就是会让他不累的，他就自己没转过来这个弯儿，就自己心里可能没想明白。
不是，在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生活的样子是什么样？进屋了有饭吃，你渴了有水喝，这不挺好吗？要什么自行车啊？对不对？明白了，他现在就提前要过那种退休的闲淡的生活，是吧？对对对，节奏慢一些。对。那你也把买卖放下来，跟他玩一会儿。不行啊。没有什么不行的，我能理解你。你是不是觉得说，我要有这个技能，反正我先这么闲淡着，我想干想恢复，很快也能捡起来，随挣随花。对，就是生活观念不一样，啊，生活观念不一样。看核心诉求啊，其实第一个核心诉求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孩子。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可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上不上进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到来似乎都可以解决，对，是吧？对，你会觉得要一个孩子是解决你们婚姻现状或者困境的一个核心的钥匙吗？对不对？对，最起码有孩子了，你不顾我可以，你得顾孩子呀。估计你就这想法，对吧？别人家小孩吃干的，你不能瞅着你家小孩喝稀的。人家不想要孩子。对呀，所以说他没有上进心，没有责任心。那不想要孩子也不代表没有上进心呢。你就顾你自己，你个人顾个人。我也要媳妇干啥？要媳妇好，媳妇好，第一好。不用你说，大家都看得到。好，行了，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是吧？哎呀，这是来求子的感觉，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包红兄，我真想不到。一个才38岁的男人，2年宅在家里，靠自己的妻子，你认为2年可以这样，20年也可以这样吗？他那份激情、那份爱，迟早被您消耗得荡然无存的呀。再说到生孩子，再婚家庭，尤其是女性，她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已经有一个孩子。他竟然愿意再帮你生一个孩子，从这一点我看出他对你的爱。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接收到，虽然在你的面前喋喋不休，甚至有时候强势的让你感觉下不了台，但是在这样的个背后，他对你的那份爱和那份情，虽然你们再婚只有3年。我不说感恩，关键是珍惜。另外，我们完全可以不让人家喋喋不休的来指责。今天是指责，明天那就是羞辱了。我们真的会抬不起头的。所以这位兄弟，一句话，跌倒了，赶快自己爬起来，不要再躺在地下了。好好去找一份工作，真的很重要。这一点，我希望你也给他这样的一种鼓励、信心和这样的一种许可，好吗？可以。谢谢包红兄，于老师。女生今天最大的诉求是想要一个孩子，期望这一个孩子的到来就可以改变您的所有的这一切，是吧？对。把这局给盘活了。对。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他的这个状态都推不出去，让你有心力憔悴的感觉，甚至歇斯底里了。那如果万一生了个孩子，他还是这样我行我素，一点没变化，那时候您就养2孩子了。不会，我相信他不会。他觉得现在就是够吃够喝够用，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就是想出去的那种欲望。如果一旦有孩子的到来，他就不会了，因为他绝对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是肯定不会的。如果你那么相信他，然后你逼他去要一个他本来不想要的孩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我认为这个是我俩维持一段婚姻的一个必经之路。如果想走下去，然后过得更好，就必须得有一个孩子来维持。那既然你的答案已经这么精准了，那管他要就行了吧？那我们在这里说话还干什么呢？他不同意要。对，他不同意，这就是现状吗？不想要孩子，他已经是想好的了，不是突如其来，也不是一个短期计划，他说得很清楚。到老了不指望他，有养老院，这个认知观在那儿呢，清清楚楚的。如果
今天来这儿倒没有，就是说没有达到我预期想要的那个效果。我可以，也许我会重新考虑我的这段婚姻。没错，这个我恰恰想提醒你，你不要带着一个幻想式的生活状态去来经营你未来的婚姻，你就拿现状去做标准就行了。如果现状不符合你的标准，那你就按照现状去做抉择。然后你的舍不得我们也看到了，它肯定还有一些给你到的一些情绪价值，也有你有感情的这一面。但是我只是提醒你，我们都不要带着幻想去给自己画大饼，拿现实做标准，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谢谢于老师，沙大老师，我看已经冲动了半天了。哎呀，我就急死了！要什么孩子啊？要孩子啊？为什么要给他借口要孩子？你上一个孩子你管了吗？你就要下一个孩子啊？我一直都在管啊！你不是奶奶和姥姥带着呢吗？是他们。你管孩子，你有时间出去进货，你有时间跟他着急吗？我是1个月回去家1到2次。1个月回去1到2次叫管呀？啊？然后大多数孩子的暑假期也都是我在陪着。1年看孩子2月叫管啊？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什么呢？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妈妈了，麻烦你先对那个孩子负责任，然后咱们再考虑其他的。还有一点，孩子并不是能够促进你们夫妻关系的一个道具和工具。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觉得有孩子才能维持一段婚姻。我想问一下，您上一段婚姻为啥结束？那孩子没维持住吗？所以怎么能有这样的愚蠢的想法？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婚姻，你经历过一次，走出了一段围城，再进入一段婚姻，还能再这样的跟头，还想要通过外力来改变一个男人，你想什么呢？我懂了，明白了。而且你们现在不过结婚3年，3年他也就躺平成这样了，就证明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觉得每天舒服、休闲、舒适的日子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的人生不是这样的，而你现在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改造一个男人，去改变一个男人。对不起，我一直说一句话，你找一个电冰箱，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洗衣机，它的功能就只能冷冻菜，它不能洗衣服。所以就2点，第一，你如果真的说要一个孩子，你不如把精力放在上一个孩子身上。第二，你想改造他，别这么想，就这样。谢谢沙大老师，严老师。你看我们女性老师真是很多问题会有一致的感受。我记下来你的是第1点，我就说，这第1个孩子都没带，还想着生第2个孩子。那你刚才解释说，我第1个孩子我带了呀，放在老家了呀。哎，拜托，你的老公现在不上班，在家躺着，对吧？你们2个人没有孩子，如果真的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男人，他都会主动说，把孩子接来呗，对吗？啊，那你怎么不接啊？他说不要孩子，就养我们之前的孩子，这不挺好吗？但是可能是我自己有一些异想天开了吧，因为毕竟他在家里也是个独苗苗嘛，然后他的妈妈也就是说催我们要一个孩子，所以其实啊，你也别站在这儿唠唠叨叨，或者是心中全是不满，觉得好像是他没有上进心，他不够努力。其实你在用各种办法想拴住他的心，拴住他的人。我觉得从整场沟通来讲，你们夫妻啊，真的还是挺有感情的，你挺喜欢他的。除了他现在不上班，你有一些怨言，但对这个人你还真是挺喜欢的，是吧？她老公，你媳妇儿挺喜欢你的，对吧？对。你想要他有个孩子，为了他的生活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对。少喝酒，该运动运动，对吗？然后生一个孩子，对他负责任，去工作，去爱你们。我们不要这个孩子，能不能实现以上这几点期待？能吗？老婆问你呢，眼巴巴的瞅着你。能。能，来说说怎么能？第1点，怎么健康的生活？早睡早起，多运动。酒呢？少烟，少喝酒，多运动。14瓶啤酒，吓着我了！每天14瓶，健康的方式能不能给？能。
爱这个家能不能爱？能爱。爱他，怎么爱？嗷嗷爱。不要光用嘴说，用行动证明。去爱他所爱，做他所愿。有担当，有责任，能不能？能。如果你都能做到这些，我觉得他不是一定非要坚持要，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对吗？你要到了你的责任、爱、健康，还有你老大，你的人生已经很完整了。对，我觉得你老公其实也很爱你，他也是辛苦了30多年，他觉得自己很不容易，终于遇到一个好女人啊，我能歇一歇啦，他还能干，他还爱我。你让他稍微休息一阵儿，我相信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会做你所愿，去工作，去好好承担起这份责任，也不要逼他。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家庭的这种爱的流淌，它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在下一个节点上，可能慢慢又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他今天不想要，不代表他日后不想要。如果他从这个现在很慵懒的状态，有一天真正走出来了，他那个责任心、男人力爆棚的时候，也许他追着你说：“老婆，咱要一个孩子吧。”强扭的瓜不甜，你要到你想要的健康、爱和生活的互相的关照就够了。先生，你加油吧啊！用健康的生活回馈你的太太对你的爱和对你的期待。谢谢。谢谢老师。来，面对面。我琢磨一个事儿。羊肉串放在冰箱里是吧？冰棍也能放在冰箱里是吧？是吧？对。冰棍吃拿出来就吃了是吧？放在火上一烤就化了，吃不了了是吧？羊肉串拿出来总得热一热，翻一翻是吧？对。对吧？对。都在一个冰箱里，你是羊肉串，他是冰棍，咋办？吃的方式不一样啊，对吧？对，这就是所谓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和观念不同嘛，是不是就这个？其实特别简单，他对生活有他的认知，如果那就是他的认知的做法，能接受，两个人就放在一个冰箱里这么滚着，最后就是冰棍里蘸了羊肉串的味儿，羊肉串里面沾了点甜的东西，照吃不误，火着吃。如果这个东西不能接受，就算了，不较那个劲。你不要太多的期许，他是一个独立的男人，愿意干嘛干嘛。虽然咱结婚了，虽然都很相爱，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干预别人的对生活的选择。你有权利不去支撑他这样的生活，就 OK 了吗？这就是你的权利嘛，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干预他现在的生活，即使是夫妻，也只有建议权，没有干预权。想清楚就行。希望掏点真话给他，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多不容易在一起啊！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昨天再好回不去了，明天再不好，咱们还得往前进。这些年真是一直你在照顾我，我以后也要好起来，也照顾你。你家里的那个老大，我一直把他，虽然我没有小孩，一直把他当亲生的，这个你也是知道的。但这一点你放心吧，有一个就行了，不要要求那么多。咱俩也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开开心心点。说好起来，行动呢？行动，慢慢就行动了。我说这么多，我完全是为了你自己考虑，我没有为我考虑到一丁点儿。会好起来的。哎呀，行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都不容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预测一下结果吧，火红兄啊！我认为今天丈夫在此刻触动还是有的，因为他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妻子是接受不了的。他心中，我想对这个妻子，他还是离不开的。
双出。一个喊着我要救你，另外一个说我没病。哎呀，这种矛盾和纠结尽量就少有吧。从预测角度讲，两人可能一时半会儿分不开，双出。是会双出，但是这个女生心中一直在记个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她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没有孩子，为什么现在就一定要一个孩子？不，我真的是觉得这对夫妻啊，不管他们现在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或者观念有什么样的冲突，他们还是彼此感情还是在的。我希望基于这份情谊吧，好好过下去。其实人生最容易变的就是感情，对吧？怎么维持这些情，恰恰需要一些东西。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示威吧，仅是示威而已，敲个警钟。就对刚才你的发言他不满意，重新发一遍。以后指定不那么喝酒抽烟了，也以家庭为第一吧，找点事儿做。好好爱我的老婆，知道错了，给一次机会吧。哎，你的嘴是真甜，你是真会，你也是真懂女人呐。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快去追吧，快去追吧！谢谢你啊，谢谢来，去追吧，去追吧，去追吧。其实我们看到了一段关系，这个关系真的很不健康，就是于老师说那个，一个想救人，一个说我哪儿病了。所以，希望夫妻双方正视他们现在面对的各种问题，达成共识，才能真正的继续往前走。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让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请看。只要你别和其他男的搂搂抱抱，我就答应。你能客观的看我交朋友这个事吗？一生气就把家打一个遍，你逼得我现在都不敢和男的说话了。能理智成熟一点吗？那都是直播剧情，是为了涨人气。直播间人越多，下单的就越多，我挣的钱也会越多。我不挣钱，难道靠你天天在家躺着养家吗？你是一个男人，能不能负担起一点养家的责任？那你答应我和其他男的保持距离，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7000元生活费。你给我？你欠的7万块钱都是我给你还的，你上哪给我钱？过去半年了，你才给到我5000块钱，别瞎承诺了，我根本没办法相信你。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胡先生，35岁，来自山东，个体；女嘉宾王女士，35岁，来自山东，主播，有请。啊，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是你要来的是吧？是我要来的。投诉他是吧？对，他太小心眼了，而且控制欲特别强。哦。我是做直播带货的嘛。嗯。然后那个在直播间里可能会有一些互动什么的，跟男生一起拥抱一下，就是带货跟拥抱干嘛？你那是单纯的拥抱吗？就是友情的拥抱一下，人家那一个主播的老婆也在那，那个老婆也让人拥抱了一下呀。单拥抱是不是拥抱完之后就应该放手啊？那为什么他们要倒数呀？他想放手，他数了3、2、1，喊1的时候拉的那么长，他想松手就松手，那叫友情的拥抱吗？那不是直播效果吗？那又不是现实当中，又不是说在大街上我随便找个人然后抱一下牵手干什么的。你直播效果你也可是可控的呀，你那是只单纯的拥抱吗？还有公主抱？公主抱它那是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比赛做游戏，看看谁抱的时间久，然后拿的东西多，然后谁就赢了。那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明知道我小心眼，为什么还要去抱呢？我是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就通过这次事情吧。再怎么也不可以让别人去抱，我说过吗？我在那直播的时候，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也没办法给他回，因为直播嘛没有办法给他回。回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喝酒。
喝完酒之后呢，他就把家里的东西全都砸了。你回家我喝酒是因为你回家我还得给你道歉。我没有让你给我道歉，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道歉了？那我回家要你一个态度，你去之前我就告诉过你我的底线，我完全都是为了去挣钱，然后去为了工作，没有必要就是说把东西都给砸了吧？咱不能为了挣钱不要底线了呀。那也没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呀。那就是我的底线，我说了不能报呀。他就把东西都给砸了。家里的家具啊。然后孩子还在家呢，把孩子吓得哇哇的哭，他还对我动手了。然后他就逼着我，让我把人家都给删了。如果我不删除的话，这个事情没完没了。然后我就删除了，当着他的面把所有的群也给退了，然后那个所有关于直播的那些人全都删除了。我就说，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现在给到你的是我的一个态度，我顶多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当时没有给我态度呀？我不是给你什么态度啊？不给你删除了吗？他干嘛了？他工作一个拥抱，工作一个公主抱，怎么了？这个东西我也去说。怎么了？我就问你怎么了？你犯得上跟他动手吗？我也去。你凭什么打他呀？我没有打他，我只是推了一下。那你凭什么推他呀？你凭什么推他？你有什么资格推他呀？弄得理直气壮的，你理直气壮什么呀？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一次就是小孩那个学校里面需要集蛋嘛。发朋友圈，然后我就找公司的同事帮我一起集蛋。然后有一个男同事呢，在下面给我评论了一句，他说你怎么没找我集蛋呢？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捂脸的一个表情。他偷看我手机，然后看见了之后，那一次也是把东西都摔了，水壶、凳子、垃圾桶。这为啥摔啊？他说我跟人家这个男的就是不清不楚，他为什么要找他点赞？为什么你还要给他回复一个笑脸？如果说他当时发的是一个用锤砸头的那个表情，就算是我记错了，拿着一个锤砸头的一个表情，那也没有什么事吧？你说？我看了心里就不舒坦呀。那就这样的事情无数次，我感觉这样的婚姻就是让我直接就是窒息。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会。这次没动手吧？没动手，但是把家里的东西也砸了，手机也摔了，就让我把人家删了。我说我无缘无故的，我莫名其妙的把人家给删除了。如果在公司里面因为什么工作的原因，那他再给我发信息一看，你和他一点工作的联系都没有。你是你的那个部门，你是那个部门的一个员工，那怎么没有联系呢？他是另外一个部门，你们联系什么呀？窒息不？窒息不？他让我把他删除了，没办法。如果我不删的话，就是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今天跟你闹了，明天跟你闹，没办法，到最后也删除了。就是我手机里面现在没有男的，并且我就是有时候不上班休班的时候，我如果去逛街干什么的，他都得跟着。然后他就在店门口站着，他也不进去。我买衣服干什么的，不包括我的手机、我的衣服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然后他从来没有说，给我买过什么任何东西啦，特别抠门。去店里面买东西，他就站在店外门口看着，他从来不进去。每次我出去逛街，我说你干嘛要老是跟着我呀？那我不放心，说的，那我得跟着你。我每一次都是问你，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我还没说不放心吧。那你跟着的时候，你说要不然你就去买单呗，跟着去买单，为什么你不出钱呢？我该付的时候都付了呀。你付什么钱了？哪个东西是你买的？包括我的衣服什么的、首饰什么的，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那我又不是说不挣，我挣钱还房贷还车贷了，总要有一个人。再说起这个钱的这个事儿上他呢，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前的时候，他是有房贷有车贷，我知道他后面欠了点钱，因为他是开装修公司的嘛。我当时觉得他挺有责任心的，也感觉这个人挺好的我心想，就一共几万块钱的话，以他这个工作能力很好还。没想到吧，结婚之后，就是他挣的钱只够还他的房贷和车贷的，到我这里就是所剩无几，几乎都不剩钱。我所有的花销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工作挣的，几乎都花不到他的钱。不是说我有活在家里不干，我确实是想出去干，当时是出不去，现在这2年是活确实少。那你活少，你能帮我分担一点家务，或者是你能理解我的工作不容易，
我直播，要不然就是早上早起早播，要不然就是晚上晚睡晚播。我晚上直播到12点也好，直播到1点也好，我早上起来6点起来，还得给孩子做饭，然后送孩子去上学，他就在那躺着呼呼大睡，从来都不会理解别人，也从来不会关心我。我感觉哈，就是我跟着他之后，我就是让他给骗来的。你那脾气我都不敢说多了，我怎么去关心啊？你不敢吗？不敢。你不是手都动了吗？那是喝完酒喝醉了之后。平常的时候，他那脾气，你可能说就是正常这么聊天，一句话听不来，那可能就是发火。你要是再说一句，可能就开始骂。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今年是第5年。有孩子吗？有一个儿子。儿子多大？儿子今年4岁。他管儿子吗？他管儿子，管孩子，但是孩子的你包括那个买衣服也好，学费也好，都是我出。就这个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你，对吧？对对。所以他并不是抠门嘛，是他收入能力不行嘛。啊，他是没有钱。所以你们家的分工就是他主内你主外，是吧？我这么理解。对。合适吗？今年我们那一边吧，装修公司更不忙，直接就没活。我老看到他追着一屁股的债，感觉他的压力也挺大的。然后一共他外面是欠了7万块钱，我全都给他还上了。我拿着7万块钱，我买他的真心，我都买不到他对我的一个信任，就是对我还是整天怀疑。如果说是我哪一天我是跟哪个男的发了一个暧昧的信息，或者是我们2个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一直怀疑我，或者是一直对我不放心，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结婚这5年呢，我对孩子、对家庭、对你，包括对老人，我感觉我没有哪个地方多的对不起你。你就是发暧昧的信息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呀。那你看，我们白天不在一起。我7万块钱我都给你还上了。我们一天唯一见的时间就是下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从结婚的那天，也就是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在一起睡过觉。从洞房花烛夜之后，我们就是好兄弟。我们一直是分床睡。因为跟这点吧，啥意思？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打呼噜嘛，我们就是一直分居睡，就是结婚的那天。因为这一点是我不睡一张床是吧？哎，对，从来不睡一张床。他的打呼噜声，我的天呐！在我们家住1楼，我从1楼楼底下我都能听得见。晚上下了播回来。去年我也去做过手术，但是没有解决，因为这在努力的事我也去做了呀。首先，你动手术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晚上睡觉老是张着口睡，他感觉第2天嗓子之后就会特别干，这一个问题是缓解了吧？你不能说人家这个手术是没有用的。最想解决的不就是打呼噜吗？那你打呼噜没治好也不关我的事，我也不是医生呀。不是打呼噜吧？最想解决的是不分居吧？对吧？那你们分居同房吗？偶尔吧。这是你不满意的是吧？得看他心情了。哦，我说为什么那么闹腾呢？这个你累了或者你心情不好了，什么时候这不都得看你脸色吗？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那我晚上我大半夜12点回来。那我还得跟你一起去睡觉去啊！核心在这儿，你怎么了？你就这点事儿就闹的呗，所以心里不舒服吗？对，是吧？不就这个吗？再加上这个挣钱又没人家挣得多，更委屈了。钱挣不过，对吧？想亲你一下，老婆还不愿意搭理，又觉得男人的自尊没有了，是吧？白天我们肯定是不在一起工作，但是晚上的时候聊聊天，沟通一下感情。要就回家，可能吃饭的那会儿，我们能说几句话，他都是聊工作、聊孩子呀，别的一点沟通的时间都没有。那都老夫老妻了，还哪？什么老夫老妻？你才结婚几年就？你感觉是老夫老妻？从咱俩结婚的那天起就没在一起，就不睡一张床，从哪论了老夫老妻嘛？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你现在在心理上看得起他吗？看得起他，我从来没有贬低过他，或者是我说他你不挣钱呀，或者什么。现在是不是你挣的比他多？对。你们认识的时候你就是主播吗？认识的时候不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主播？就是生完我儿子之后11个月，我们结婚之后生了孩子。那在此之前你在做什么？就在家闲着，啥也不干。所以你是在家闲着的，那个时候家里面的主要收入是他，是吧？别提了，还主要收入是他呢。那时候1个月，给我发个红包，发200，发300，
1000的时候都没有，500的时候是最多的，连买菜的都不够。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11个月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我婆婆看着，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自己去上班。因为那时候刚结完婚，手里也有点钱嘛，就花的一直是老本，他的钱，在我这我几乎都看不到。那个老本是指什么？是彩礼钱还是什么钱？彩礼钱，我们那时候彩礼是3万来块钱，所有的彩礼钱全都买了家具家电。我们2个结婚呢，是结婚之前他买的房子，买了房子没装修，然后装修完他自己干装修嘛，他自己装修了一下，家具家电没买，然后我就拿着我的那个彩礼钱买的家具家电。所以你说的那些本儿是娘家？就是结婚的时候，包括我妈陪送的我那些，我就花的是那些钱。所以现在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你是吧？对。行，那这不就听明白了吗？冤枉死了！除了洞房花烛那一天，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结婚这么多年，都分房睡啊，因为他说我打呼噜是吧？对。心里是比较别扭啊，你琢磨一下他那个，现在你能理解那个心态了吗？理解不了。啊，让老师们给你分析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才35岁，结婚5年，分床睡了5年。对，理由是丈夫打呼噜。是的。您知道什么叫夫妻吗？夫妻就是从不习惯丈夫的呼噜声，到没有丈夫的呼噜声睡不着觉，那叫夫妻。他虽然的呼噜有点大是病态，但是生活当中我还真没有看到这么年轻的夫妻是因为丈夫的呼噜就分床5年的。这一分感情分没了。您刚才说没有看不起他，但是您的言行举止，包括您在婚姻当中释放的任何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显然您在内心越来越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你明明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的那些行为，如果他接收到了妻子给他的浓浓的夫妻情感的时候，我想他会收敛，他会克制。谢谢。谢谢博红兄。小玉老师，找不到工作的男人在家里面那种感觉，他自己的痛苦和煎熬，作为妻子要体贴到。那么反过来，作为男士而言，其实你要知道，这并不是你歇斯底里的一个理由。还有这里其实很多的这个连锁反应啊，比方刚才提到的问题。这个新婚就开始分床睡了，对于男方而言就会觉得，这个老婆我感觉没有拥有感，是不是？再加上最近收入又低，然后呢你的收入又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他几句，他心理上这种东西放大，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你给我分床睡？是不是外面心有所属了？他就会敏感多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心理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类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就这样一点点就发作了。当然，并不代表着你可以那样去做。你说你有底线，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摔东西又打人的这个是不行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男生的这个心魔非常严重，你要调整一下，充分给到他信任，所以互相理解，才能够渡过难关。谢谢于老师。单达老师，婚姻的意义不就是人生不易，需要一个人同舟共济吗？你们俩虽然在一艘船上，但是彼此好像对彼此都不太了解。在我看来，女生现在越来越不需要你的老公了，你是不是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是的。不被需要了，对吧？是的。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特自卑哈。不能说自卑吧，反正是。自卑就自卑，有啥不敢承认的？你说你用那个1哭2闹3上吊的方法，你能让他回来吗？你能让他跟你同床共枕吗？限制他的交友，限制他的工作，限制他的整个环境，你觉得你是把他往回拽吗？你这不是把他往外推吗？他不是越来越害怕你吗？他是在你的淫威之下，
把那些人删了的，可能现在还碍于几分面子，为了孩子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天真的你再这样，我们撕破脸不干了，我跟你分开了行吗？我跟你离婚行吗？你还能一直管着我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蛮力，不能用蛮力。你要知道他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最后我想跟你们说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婚姻比作这个同福客栈的话，屋檐之下两个人需要对抗江湖，这江湖是什么呢？就是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屋檐之上，在天黑的时候，俩人需要坐在屋檐上交心，交心，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能更进一步。就这样吧。谢谢山大老师。严老师，哎，男生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能现在是在情感和事业双向轨道上，都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不是赢家是输家，但是其实人生没有输赢，只是我们的心态。你现在心态输了，你看你输得一塌糊涂，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要去摔东西、砸东西，甚至推老婆。我们生意做得现在不好，那有时运的问题，有环境的问题，你主宰不了。但是你的情绪，你爱老婆，你是应该能控制的。你连这个都控制不了，你可真的就输了。所以想从现在经济条件不好，你赚的钱不如以前多这种失意当中走出来，首先学会的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去把自己的家弄好。有情绪的时候，不是摔东西去解决了，而是跟你的爱人好好沟通。想要得到爱，要用对的方式去索取爱，同时你得付出爱。你这样只会把他推得越来越远。你以为他不辛苦吗？主播不辛苦吗？一个小女子以前都不工作哦，嫁给你一个大男士，指望你给他带来天带来地的。好，他现在半夜直播到1点，他不累吗？他那么愿意让人公主抱啊，但那是他的工作，是他的饭碗啊，你心疼他吗？你有在半夜他1点回家的时候给他煮碗面条吃吗？你说老婆辛苦了，你有跟他亲亲说老婆你今天对吧？我打呼噜，我吵你睡觉，你今天好好睡，明天早上你别起床，我今天睡好了，我去送孩子。你都没有做到，你还怪他是个冰美人吗？你现在只会嗷嗷喊，你只会砸东西来宣泄你的情绪，你已经忘了生活正常的方向是什么。不要亲手把你们的婚姻和曾经有的情感埋葬了，那真的你们的婚姻成了你们爱情的坟墓了。同舟共济，好不好？人生没有输赢，你们要做共同的赢家。谢谢。谢谢严老师。知道为什么跟你较劲吗？我觉得特别丢人，就是一个丈夫无能到妻子突破了自己的底线，他只能靠摔东西，而不是决绝地摔门而去，说因为你突破了底线，我走了。我特别看不上这样的男人，就实在过不下去，咱不过，不要让自己过得这么痛苦，就弄得特别拧巴。你知道我那个眼前那个画面就是一个无助的男人，特别的可怜，本来没啥，就大家都经历一些生活的坎儿，结果他放大这个坎儿，然后觉得自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那个小心眼儿，然后又难受又痛苦又无力，又想做个男人，发现又不能做个男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开始在那儿砸东西，然后再喝点酒壮个胆，咔嚓把这女人一推，他还算好。有些女人你就推那么一把，可能人家借势就再不回来了，你可咋整啊，兄弟？如果不爱了，如果连继续磨合的耐心都没有了，你们分开，不要互相折磨。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咱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从刚开始相识、相知到相恋，到最后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有了我们的儿子。这些路我感觉我们就是很不容易。可能在外边来看，我们真的就是说接触的少，我感觉我们从本质上是很相爱的。可能确实我这2年生意不好，挣的少，我也是很着急。再者，我希望你能多点理解我吧。
我反正就是说，对你这个工作我能支持的地方，我肯定说一定会去大力的支持你。但是说我接受不了的地方，我肯定会跟你说。因为你像这个咱遇到了过去的事，我确实提醒过你无数次，不是说我一次直接回家跟你吵架。这事咱们过去就过去了，以后不要再说我们好好的。你老说理不说爱，你说说看，哎呦，急死了！回去吧，谢谢两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鹏鹏兄预测一下吧。双出今天可能还真会双出，但即便双出，回去，我认为也化解不了大的问题，两个人可能还是分手。我现在突然发现，这个财富跷跷板翘的很多人的心都乱了啊！来，小玉老师，哎呀，非常认同川哥说的这个爱的砝码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重要作用。所以他们能否还在爱的当中，真的不好讲。但是预测应该还是双出的。沙大老师，今儿男生是不是就是来要爱来了呀？就是让他老婆多看看他。我咋觉得男生也没多少爱，只有占有和或者说他要的是更多的是要自尊吧，男人的自尊。其实已经都没了嘛，对他来说，他的尊严已经全部被撕掉了嘛，因为公主抱是他的尊严嘛，对吧？相拥而抱是他的尊严嘛，其实已经被撕掉了。女生走吧，这样也没啥意思了，你就好好做直播去吧，男出女不出。但我是真的希望在婚姻中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变化、财富的变化，或者是生活的变化、境遇的变化的时候，夫妻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对婚姻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对，那是有能力的人，他们两个人是没有能力的人。那来了爱宝能不能稍微提升一点能力啊？真替他们着急。我希望他们还是能够冷静的想一想，重新审视一下婚姻和生活吧。哎，其实可怕的就是女生那几句话。我花了多少换不回你什么什么，我怎么样，就从内心来说，他的内心已经不是一个，哎，来吧，看他们自己的，请开门。干嘛？去吧，快去。行了，那个，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哎呦，走吧，啊，谢谢你们。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